原来在中国古代历史中，最强的刀并不是青龙偃月刀，也不是锦衣卫的绣春刀，他们甚至都挤不上前列，第一名的地位无可撼动。所以今天我将以排名的形式带大家了解下古代10大名刀。第10，绣春刀。众所周知，最近几年以锦衣卫为题材的影视作品非常火热，因此这也让绣春刀这种神秘的兵器走进大众视野。在电影《绣春刀》中，这不仅是锦衣卫专用配刀，也是一把集优点于一身的武器。它的设计轻巧，刀身狭窄略弯，便于携带和中距离攻击，既可以单手突刺，也可以双手劈砍，因此向来被高级将军和侍卫视作珍宝。然而正是这种珍宝，锻造过程却极其困难。传说每一柄绣春刀都是千锤百炼制作，所以这才得以将这把刀做到如此锋利绝伦，只需双手持刀一刀砍下，足可把整只马头砍断，可见其实力之强啊！第9，唐刀。顾名思义，这是一把在唐朝时所诞生的宝刀，不仅具有强大的攻击性和灵活性，而且展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精神的精湛品质，曾一度被誉为中国刀的巅峰之作，主要用于行军作战的军刀。考虑到战场上敌军会穿护甲，对此在破甲方面进行了改进，他们突破了传统的工艺制作，以熟铁为外皮，中间加百炼钢，刀刃局部采用淬火技术，加强了刀的韧性和威力，使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。所以无论是技术还是艺术上，都使得它成为当时最具有威力的武器之一。第8，虎翼刀。上古3大邪刀之一，它是夏商周时期所铸造的武器。此刀自诞生起，就代表着邪恶的力量祸乱于天下。然而当夏朝末代君主获得此刀后，不久便开始实施了暴政，从此民不聊生。可等君主死后，虎翼刀便被供奉在夏朝太庙。然而据史料记载，商汤在攻进夏朝太庙的时候，突然天色大变，鬼哭神嚎，妖风来袭，造成商朝士兵死伤惨重，而虎翼刀也就此销声匿迹。但在数千年后，这把武器又在北宋时期被铁匠发现，最终将它重铸为了正义之刀。总体来说，虎翼刀的威力不可小觑。第7，苗刀，又称御林军刀，如今已是中国宝贵文化遗产。因其刀身修长类似禾苗，故此得名。刀刃锋利，威力极大，并且既能当枪使又能当刀用，既可单手握把又可双手支柄，因为在单双手交换使用时，便于发挥腰背整体力量，使其威力达到极致，所以非一般兵器可抵挡，可以说设计得非常巧妙。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，一寸短一寸险。第6，兴平侯刀，蜀国名将张飞的标志性武器之一。在赤壁之战中，刘备收复荆州后，便封张飞为兴平侯。张飞听到很是高兴，为了纪念这一刻，他就命铁匠用上好的铁打造成了这把兴平侯刀，刀身铸有兴平侯汉大将的字样。据说这把刀非常锋利，并且威力巨大。张飞还凭借此刀在战斗中斩杀了数名敌军，兴平侯刀也因此闻名。但可惜的是，张飞也是死在了这把刀之下，因此很多人说这是一把克死主人的血器。第5，青龙偃月刀，又名冷艳锯。众所周知，这把刀是关羽的成名武器，跟随他经历了无数战役，可谓是无往不利，战无不胜。关羽用此刀还斩杀了不少武将，所以后世也称青龙偃月刀为关刀。在一定程度上来讲，这把武器不比关羽的名气差。据书中记载，青龙偃月刀重量达到了惊人的82斤，然而这等重型武器也只能拥有天生神力的关羽才能轻松驾驭。第4，寒月刀，此乃战国时期徐夫人所铸的名刀，因自身所散发出的寒气咄咄逼人，故名为寒月。它对持刀者的实力有着极高的要求，毕竟这是一把近身短刀，可就是这把刀在强者手上却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。当年荆轲刺秦王用的正是这把刀，也只可惜他刺杀秦王时用的是此刀，在刺杀失败后，这把刀就下落不明，但寒月已成为历史上的名刀。第3，明红刀，这是由上古轩辕皇帝铸造而成的一把刀，刀长3尺。相传在锻造轩辕剑时，因为铸剑炉里还有多余的铸剑原料，可由于高温导致原料炉内的材料自动汇聚到炉子，等到冷却后自动凝聚成了刀形。轩辕皇帝认为这把刀太强，可能会反噬持刀者，因此他打算将这把刀毁掉，但刚握在手中时，它就化成了一个红色云雀消失了。第2，昆吾刀，一把上古名刀，由昆吾石也炼成铁制作的刀，其刀刃锋利无比。相传昆吾刀是西周时期献给周穆王的，书中记载它切玉如敦人，但是这把刀的制造过程非常困难，需要经过长时间的锤炼和淬火，才能变得锋利绝伦。第1，大夏龙雀刀，这是由夏朝帝王所铸造的青铜巨刃，刀长3尺9寸，非常锋利。这把刀在古代被视为稀有的宝，因此被人们称之为大夏龙雀。刀身上纹有古蛇图，象征着古人对蛇的崇拜。传说中伏羲是人首蛇身，后衍生为龙，却在古文中有眼睛的意思。顾名思义，大夏龙雀也有夏部族首领的意思。